这一集我们回到七堵清空上市的遗珠，当然还有百福这个地方也不能遗漏。从酥炸三明治一路吃到白斩鸡，在地切仔面小吃摊也没有错过。当你以为七堵营养三明治是终点了，其实还藏着一间更低调、超强营养三明治，是不少资深的在地老饕推荐。观众说自己可以不吃，但一定要请我们吃吃看的臭锅子汤，超级有趣的。还有无名臭豆腐，让人一吃难忘。几间意外发现的宝藏也没有缺席。这集不是重播，而是全面升级回归。七堵百福这次真的吃好吃满，一次8家带你看看，除了名店，路边随意的小摊也都很厉害的七堵美食。来到百福营养三明治，今天的企划呢，其实就来清一些七堵我们之前呢没有吃到的美食名单。那上一次呢，主要是拍七堵车站的周边，那百福这个地区呢，我们就是上次没有来。那今天除了吃百福这个附近之外呢，还是会去吃七堵车站上次呢没有去吃到的一些名店。我们上次在吃七堵营养三明治的时候呢，很多观众都跟我们推荐说，其实如果内行一点的话呢，他们会来吃百福营养三明治。那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了，因为其实呢，排队不用排那么长，价钱还是一样的可爱。对，而且他们一样这么忙碌，对，但是不用排那么长，感觉就很好。我们来吃吃看吧。很不错外皮蛮酥脆，但里面还是保持柔软的口感。然后再来是它的卤蛋，卤得非常非常的深，很有味道。我最喜欢这一种的，而且我跟你讲，他刚刚在炸，都现炸嘛，炸完之后，他把那个面包皮一割开，哇，里面冒烟，那你就感觉到那个面包体的松软，然后还有那个热腾腾的感觉，超棒的。我好饿，我要吃一口。它的美乃滋调整的很好，吃下去不会过腻。因为如果大家看很久的话，就知道我是蛮讨厌吃美乃滋的人，可是这个我 OK。那它不是那种馅满到要掉出来的类型，可是呢，分布的还蛮均匀，然后也都还蛮好吃的，35块一个，我觉得很可以。而且它3个是100块，也是跟七堵的是一样的。我还记得七堵营养三明治的口味是怎么样，它的面包比较柔软一点，然后外皮是比较软酥的感觉，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外面多了一个脆，然后面包比较有咬感，所以大家看你喜欢哪一个。只是我觉得2家都很值得吃，但如果不想要排大队的话，我觉得这一间真的是超值得的。然后好吃程度，我觉得是平手。营养三明治越吃越喜欢，它的面包呢很有嚼劲，越咬越香。然后再来是呢，它的蔬菜啊，小黄瓜跟番茄都切的大小很适中，提供适当的水分之外呢，又很好入口。来人都是一箱一箱买，都是那种公司行号下午茶，真的超厉害的，我觉得很值得来吃一下。这间饮料店呢叫做茶与茶，它刚好就在百福营养三明治的旁边。然后我就对它很好奇，因为它卖的是青草茶之类的这种比较汉方草本的茶，还有什么地骨露，还有灵芝苦茶之类的。对，然后我就好奇啊，打开评论一看，5.0分，但是只有7个评论。第一个评论就是呢，他看到营养三明治老板在喝，他觉得很好奇，所以就跟着买。然后下面的评论呢是说很好喝，真材实料。然后呢，我就来买了一杯，发现他们家是中药行，那这个应该是准没错的。我跟你讲，就是你到一个地方啊，你看那个店家他们买了一些别家什么东西，你就知道哪些东西好吃了。对，因为他一定吃腻附近的东西，那他会一直吃的一定是好吃的。像青草茶这种东西啊，其实每一家的口味跟配方都会有点不太一样，是会有差异的。那我刚刚喝一口呢，就马上可以理解人家说的。真材实料是什么意思？因为真的非常的醇厚，那它的薄荷啊没有加到那么多，所以喝起来不会凉感太重。我们喜欢不要这么薄荷重，推荐给大家。
这一家是丰神白斩鸡，真的是超多人推的这家。那我们是他下午3点营业时间一开始的时候就进来，现在不到3点半，全部都坐满。哎，好在我们有进来找到位置，不然马上坐满，真的没位置要等。我也是快速的抢到1只鸡腿，因为刚刚呢前面有一个阿嬷啊，她说她要买2只鸡腿，他们家爱吃鸡腿，可是老板就说实在是不好意思，鸡腿真的没有那么多，你买1只就好了，其他的还是让给别人。就直接从鸡腿开始了，哇，这个柔柔亮亮的。而且我跟你讲，看到那个皮啊，就知道是那种，放山鸡的那种格纹，有没有？我不知道是不是。哎呦，眉毛微皱起来了。我刚刚吃完1块，觉得说难怪阿嬷那么坚持想要2只鸡腿，超好吃的，因为它是肥而不腻，那油脂程度刚刚好，很滑顺。哎，我说真的，跟山上的那种青菜园那一间完全不输。对，我是蛮惊讶，说不用跑到山上，你在就是底下的小吃店，竟然可以吃到这么有水准的白斩鸡。我刚刚吃这个鸡腿的那个油啊，很清香，好喜欢哦。然后它的辣椒酱油呢，也是非常的不抢主角的风采，反而更多主角风采的那种绿叶，会把那个鸡肉的甜带出来的那种。大家桌上都会有这一碗切仔面。那其实这个切仔面呢，建议大家一上桌就要赶快吃，像我们拍太久，它就已经稍微有点泡烂了。那它的精华绝对是它的汤头，这个里面很简单哦，油葱的香，然后加上盐巴，淡淡的调味，可是却可以让你一直回味。你刷那个评论啊，里面大家都写鸡汤，鸡汤其实就是这一碗面里面的汤，大家是点来喝汤，然后面是增加一个饱足感。里面有2块白切肉，刚刚老板呢从锅里捞出这整块肉，切的时候呢，我们还想说，怎么菜单里面没有这一道？原来是放在面里。对啊，我想说我要来点一下，因为看起来太好吃了。你看它那个白白的切面，就知道是那种很柔嫩好吃的。这个肉呢，因为它的油脂其实还是没有那么多，我觉得要沾个酱会更好吃一点。那其实它就是给这碗面呢，让它的丰富程度更增加而已。其实秋泰是属于一个。比较喜欢吃肉是有一带油的，对，不一定有些人喜欢吃比较有肉感的就会喜欢。我们刚刚在评论看到人家刷一排，都是一定要等粉干，而且其实我在还没看到文字之前，我看到人家照了照片，我就已经决定要点它了。这个好的粉干看上去就是这样，很光滑。然后光泽真的，然后我跟你讲，吃下去真的是甜的，我还会想说有没有加糖之类的那种。它其实吃起来啊，根本就没有粉的感觉，因为是很平滑的，然后呢很香甜，像那种鹅肝什么之类的那种感觉，滑滑。鹅肝没有它好吃。哦，好吃哎，真的，我喜欢这个，不知道可不可以多点一盘。想说要饮食均衡，所以点个蔬菜配一下。那这个韭菜呢，它即使只是一个蔬菜，它摆盘也是给你摆得非常精致漂亮。这只是一个小吃摊而已。重点是这个柴鱼的味道呢，跟韭菜真的是有够搭的。我觉得它韭菜也蛮嫩的，所以咬下去我觉得不会卡牙缝，我觉得蛮喜欢的。重点是我觉得它的酱油其实很好吃，因为它凸显那个韭菜的味道，然后柴鱼的味道也被带出来。吃的差不多了，这一间的小菜真的是非常的优秀。其实今天呢，还有看到软丝啊，还有鲨鱼，看起来也是非常厉害。可是我们要吃那么多家，没办法什么都点。然后它的那个鸡肉呢，我觉得不是防土鸡或是肉鸡能够去取代的那个油脂的感觉不是很棒。然后防土鸡那种吃起来其实会有一点恶心啊，所以真的很好吃，我觉得很推荐大家来。建议2个人以上共食的话，直接点半只鸡以上，因为我们吃的是超不过瘾。要不是因为后面还有很多东西要吃的话，我还想要继续。
我们现在来到七堵臭锅仔汤，这家超级有名。我们上次在七堵这边拍美食的时候呢，很多观众都跟我们说，你怎么没有去吃那一家？然后不然就是说，下次你们有再去的话，一定要吃吃看。我真的很怀疑你们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态，然后是那种就是你可以不吃，但是一定要请你朋友吃的那一种。我们一来的时候走进这间店的时候有吓到，名不虚传，但是呢。做了大概5分钟左右，我就渐渐就习惯了。然后后来时不时还是会稍微闻到一下那个味道。可是现在汤上来了，然后我细细的闻汤，没有汤是香的啊。我们不确定不确定，搞不好是习惯了。我觉得蛮香的。真的假的？真的。你赶快吃！我现在真的分不清楚是习惯了还是真的就是没有臭味了这样子，或是它本来就没臭味。我真的太好奇了，我就拿过来先闻一下。我跟你很臭很近闻，还是可以闻得到，是真的是习惯。你坐下来5分钟会没有感觉到四周没有这么多的味道，可是其实它还是这个汤的味道，所以它就是这个汤的一个特色。赶快来吃吃看。我觉得我可能适应力蛮强的，我现在已经完全闻不到那种臭的味道，只有大骨的香。那它其实大骨汤还蛮浓郁的，再加上它的龟啊有够 Q 弹，我觉得感觉就是那个米的成分很多，然后再加上它里面还有一些小肠。我跟你讲，因为你本身很喜欢吃起司类的东西，所以你一定会习惯，因为它的味道还蛮像那种起司臭臭的味道。而我本身没有说真的很爱那味道，所以我就觉得，闻起来我还是闻得到那个味道，但是已经习惯了，真的会习惯。要吃这个还是要看个人体质。对啊，不过整个汤是真的蛮浓郁的，然后那个龟仔条蛮 Q 弹的。另外点了一盘这个来到基隆的面摊呢，如果你有看到这个类似不知道是该称为菜头卤还是称为关东煮的东西呢，一定要点一些起来的。我们真的很怕说讲了菜头卤，他说这是关东煮，然后讲了关东煮，他说是菜头卤，这是给关东定论。对，基隆人对这个超级严格。对，我们来试试看，至少这个东西是吉古拉没错了吧？先从吉古拉开始，因为如果没有吃呢，基隆人会生气的。听说这家小菜很不错，所以我们就点了一些来试试看。先从干莲开始。我觉得很多人来这边就是为了吃小菜的，因为我看他小菜都一盘比一盘大的。基隆的小菜从来没有让人失望过，尤其是猪肉类的，对不对？不知道为什么这一盘它那个边边的比例呢，感觉又比平常高一点点。那这个边边呢，它超级脆 Q 的，很好吃哎。今天很幸运，它刚好帮你夹到这一些你喜欢的部位。对，真的。这个吉古拉呢，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起司棒的味道。大家知道我讲的起司棒吗？就是你会去北海道买到的那些欧米亚给。我刚才已经给你解答，因为那个汤，好吗？然后评论人家说菜头很甜，所以点一下。菜头已经炖到很软烂了，但是我觉得甜味是已经释放到汤头里面去了。那反而呢是汤头的一些那种特殊的气味被吸附到了菜头上面，所以它的菜头吃起来跟别人气味是不太一样的。喜欢的很爱，不喜欢的不爱。我好像讲废话吗？来吃一下高丽菜卷。高丽菜卷很棒，它的那个姜的成分呢，比一般的高丽菜卷还要再高一些，从里到外都鲜甜。整体而言，如果你有法国来的朋友，建议你带他来吃，他会觉得那个怀念的家乡味。很熟悉的。其实我觉得这一间就是没有办法取代味道，因为真的很难在别的地方能够吃到这么的道地的味道，这就是道地。那我自己吃，我是觉得好吃，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呢，真的很见仁见智，所以我会觉得是个蛮特殊的体验，可以来尝试看看。对，然后如果你一吃超爱一个，就会很常来，然后很不爱的人就不会常来，又在讲废话。我要干嘛？是无名臭豆腐，观众推荐的，所以一定要来试试看。对，上次有好几个观众都推荐这一间，说怎么没有吃这一间？我们想说哇这么的神秘，我们就来吃吃看。这臭豆腐我们好喜欢哦。我们吃臭豆腐呢有一个原则，它不一定要超级酥脆，可是呢它一定要够香，然后它的香味呢，应该说它的臭味呢又不会盖掉它的豆味，非常的棒。而且它那个豆啊，
豆腐啊，非常的细致，它那个酱汁又不会太过咸，我觉得好懂吃哦。这个准确的来形容它一下，它的口感呢是外酥内嫩，然后保有空气感，超级棒，超级喜欢哎。这样的臭豆腐啊，它一定会很吸汁，所以呢酱汁一定要很好吃，所以就这么刚好了，它的酱汁又非常的好吃，非常刚刚好，泡菜也很好吃。那我相信它的泡菜好吃是很多人会跟老板娘多要，不过他就写明了你要多要他也没有。对，哎，这个泡菜也是不会过酸，我觉得很好吃。哎，可以来吃，可以来吃，难怪这一路上都是那种下班的人在排的。这一间是七堵 OK 大肠蚵仔面线，它其实每天的配料呢都会稍微有点不一样，它会写在那边。那今天的配料呢就是大肠加鹅啊。他这是谁跟你讲的？观众。我们找这些观众推荐的，通常都至少要有好几个人讲，我们才会去吃吃看这样子，因为要有多重印证嘛，对不对？就这么多人讲，对，我们来试试看。然后大家说它的料也蛮多的。哇，这个我超爱哎！刚吃下去呢，就觉得奇怪，怎么会有一点辣？因为我明明跟老板娘说不要加辣，但老板娘忘记了，她加下去之后又拿掉。那我想说这个辣椒是不是很辣，所以残留在里面？然后就后来呢，我们两个一吃就发现说不是，它这个是胡椒的一点点辛辣感，很特别。那这个面线呢，它有一点甜度在里面，再加上整个汤呢是很浓厚的柴鱼味。这里人吃东西品味很强好爱哦！而且我很喜欢它面线很烫，因为我觉得面线烫才能够吃出那种那种感觉，你知道吗？随便捞一下料给大家看，你看，随便捞，真的随便捞都是料。鹅啊没有裹粉，然后我觉得大小还算蛮 OK 的，感觉很新鲜。试一下鹅啊，我觉得它鹅啊感不裹粉，还蛮勇敢的。那它的新鲜度不在话下，熟度也控制得很好。那只是说，我拿到这一颗就稍微比较小颗一点，刚大颗的被我吃掉。有时候是季节性的问题。它大肠卤的有够好吃，如果是放在店面的卤味这样单卖的话，它绝对会是那间面店的镇店之宝，然后卤的非常的软烂，而且放在面线整个跟面线是非常合的。这间的很好吃，我觉得面线其实非常的难讲，因为面线是很吃人的口味啊。如果大家想要知道我们很喜欢的面线那种口味，吃这一家试试看，大家就可以知道我们大概喜欢吃什么样的面线。我们刚刚加了一点醋，试试看，不加醋就已经很好吃了啦。你比较喜欢加醋还不加醋？我喜欢不加醋，因为它本身的味道很独特，加醋了之后呢，就会跟别人的味道有点像。这一碗观众真的推的超级无敌好的，然后刚刚的那边的客人在谈说这个胡椒我要多一点，确认胡椒是这一碗的灵魂无误，一句就好。人家都是拎着臭豆腐来买面线的，这两个搭在一起真的是绝配。为什么不开在隔壁，然后合在一起？大家都是回家一起吃，因为他们内用的位置都很少，然后也没什么人在排内用。好。这间是上亿美食炸鸡，一样是观众推荐，观众带我们来吃的。那我们点了鸡腿跟腿排，然后我们来试试看。是3个100嘛，对不对？不对，我们这样买是120，两腿1排的话。所以要点一样才会3个100这样子。没有，价钱不一样。好吧，可恶，我失算了，没关系，来吃吃看。我刚才咬到皮而已，就已经露出了惊讶的表情，因为它的上面这个胡椒粉啊，稍微有一点点中药的味道。可是我吃到的这一口啊，刚好可能那个胡椒盐的密度太高了一点，这样。不知道大家这边太吵了，对，很酥脆，很酥脆。它直滴到我的手上。对，大家吃的时候要小心，因为它真的汁很多，你看整个都滴上去了。整体而言，它是鲜嫩多汁，而且它刚拿给我的时候，就是直接拿给我，没有再回锅炸过的，竟然还是可以这么好吃。对，而且我觉得讲真的，这个比连锁店的都好吃，那个肯德基啊都好吃，这个赢过他们。真的，大家可以试试看它的鸡腿，我们来试试看腿排吧。好，再试一下腿排。
小心小心小心，第一只出来。哇，好酥脆！它这种酥脆啊，是属于薄脆型的，薄皮嫩鸡那一款的，并不是说粉裹的很厚的。对，有一些是稍微厚一点，它这是完全薄皮嫩型的，好吃，而且真的很多只，真的吃要小心一下。腿排好强哦！我很早知道腿排比那个棒棒腿本身还要强的，它含水量啊，比我刚刚吃那只棒棒腿大概还要多2-3倍吧。所以如果你吃棒棒腿和这个，你会选择这个吃？对，自己第一次这样选择。没错。刚刚这个人跟我说，他什么都吃不下，全部都要交割，就他就一直咬，一直咬，一直咬，所以足够好吃，足够好吃，多吃一口啊！好，那我要芋圆红豆花生粉。这一家是唐山豆花，在地老味道，也是观众推荐我们吃的。那我们来到这边呢，现场又碰到了观众，那现场的观众跟我们推说一定要吃他家的芋圆。我跟你讲，原本我查这个评论超低分，就是3.5分，结果一打开，你知道怎样吗？怎样？所有的差评给1颗星都这样，买不到芋圆。超厉害的，对，真的，就是10个里面有9个都是因为买不到芋圆，没有芋圆的。我们不可以这样欺负阿嬷。对，来试试看。我们今天吃的是冰的，然后哇，这真的是古早味，我最喜欢这种碎冰系列的，但有不排斥蛮多人不喜欢碎冰，可是我个人很喜欢吃这种碎冰。它的豆花啊，口感也是传统那种感觉，然后豆味还蛮香浓的，好喜欢哦！今天吃的东西好喜欢我觉得基隆真的是很合我们2个人的口味。对，我们不敢说基隆是世界好吃，可是真的是世界合我们口味的地方。敏感性牙齿。这一家呢，连配料也是传统路线的，它的粉圆呢，就是不是那种很 Q 弹型的，就是比较走传统路线。那再来就是芋圆本身呢，也是那种淀粉没有很重，可以吃得到芋头的纤维的感觉。其实我们小时候吃到的那种粉圆啊，就是底是硬硬的，但是不是到冰起来那一种，不知道怎么说，可是大家应该有吃过，能够理解我的意思。就吃的是一种情怀。可是我也很喜欢吃这一种的，对啊。还有红豆跟花生也蛮出色的，甜度调得很刚好。那个红豆的话呢，就是像你常常讲的那种豆沙胶囊，它的里面呢是沙沙的，然后不会外溢出来，可是是有烂的。那再来是花生呢，是滚干米米糯糯，就是这样很简单。这间的豆花就像我们小时候吃到的，其实吃起来没有像我们现在比较新开的那种那么精细，有一种手工感，那种粗糙感才是它最好吃的地方。我强调一点哦。我们今天点的是大碗的50块，然后有4种料，是因为我自己加了5块，我多1种料。欢迎。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是7堵美食补完计划。一开始的3间呢，我们是到百福地区，那个地方呢是离7堵车站这一带呢是比较远一点，可是它一样算是7堵地区。那因为那边呢也有很不错的美食啊，所以我们就跑到那边去探店一下，发现说，真的也很不错，非常的喜欢。尤其是那个白斩鸡，真的是。惊艳，太多人跟我说这一间很好吃了，然后后面这几间你觉得怎么样？也是蛮喜欢的。总结来说啊，今天这一整天都还蛮满意的。我觉得基隆的食物真的很对我们的胃。看完今天这一集呢，大家可能会想说，你们怎么有一些很有名的啊，然后没有去吃到？那其实我们之前在7堵车站附近就已经先拍过1集了，所以可能在那一集。那如果这2集你都没看到了，那就真的是我们漏掉了。欢迎呢再度留言给我们。对，那漏掉其实有很多，也是因为今天刚好没开。好了，我们今天先到这边了。那大家还有什么各地方的美食啊推荐都可以告诉我们啊，我们有机会再去拍。不会，我们有一阵子会稍微减肥一下，大家可能会看到我们这次没有拍这么多密集的美食这样。那今天先到这边，大家拜拜。